我靠做饭在恐怖游戏成为团宠，红衣厉鬼教我化妆，水猴子教我游泳，缝合怪教我打架。这哪里是厉鬼，分明是人生导师。第一，恭喜玩家入住锦绣小区，祝您生活愉快。刚刚富二代张娇一巴掌抽过来的时候，我条件反射的闪躲，没想到他伸手理了理我的头发，我心里愈发不安。张娇说，我爸说游戏里面要有小姑娘才好玩，观众都看腻壮汉了。张娇拿着一个金属手环递给我，对我说，你把这个戴上去。我不愿意接。张娇冷笑一声，她的一个跟班按住了我的身子，另外一个跟班按住了我的手，金属手环被强制性的套在了我的手腕上。张娇说，像你这样的丑八怪，活着也没什么意义，对吧？手腕传来一阵刺痛，失重感过后，听到了提示音，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小区。我旁边还有几个看上去很凶恶的男人。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弹幕飞起，来了来了，锦绣小区内测第5场来了。不是说内测死亡率特别高，吸引的都是一些看上奖金的亡命之徒吗？怎么来了个小姑娘？前4场貌似都无人生还。据说至尊用户说不想看男人，想看小姑娘。公司主要靠着至尊用户打赏赚钱，至尊用户偏好血腥场景。撕碎小姑娘比撕碎壮汉好看多了。满脸堆笑的物业经理拿来一串钥匙交给我们。物业经理说，这是你们的新家的钥匙，你们自己挑选。旁边的几个男人抢完了1、2、3楼的钥匙，只有一个脸上有道刀疤的男人拿着仅剩的2把钥匙问我道，你要哪个？我看了看，剩下的是404和405的钥匙。404的钥匙有个钥匙圈，钥匙圈是一只可爱狗狗，我选了404房间的钥匙。刀疤男拿着405的钥匙。404，这不就是那个红衣厉鬼的家吗？众所周知，那个女鬼是最凶的。405里面的缝合怪其实是最保守的。对，除非对方先动手，不然缝合怪似乎不会杀人。不过缝合怪会帮别的鬼杀人，如果别的鬼打不过玩家的话，缝合怪其实应该是最强的。我站红衣厉鬼。物业经理说，请住户尽快入住新家吧。几个男人走得飞快，我慢吞吞的在后面跟着。到了4楼，刀疤男转头跟我说，小姑娘，我就在你隔壁，你有什么事可以喊我，我是陆离。我冲着他点点头，自我介绍到自己是林音。刀疤男其实看着年纪不大，说起话来却显得很成熟。我内心还是充满不安。张娇家里是开游戏公司的，十分有钱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款游戏真实的似乎有些过分。我拿着钥匙打开404的门。404是中式装修风格，客厅和卧室用一扇屏风隔开，屏风上画着一个红衣美女。咕噜噜，肚子响了，我饿了。我是一个十分容易饿的人，我又十分喜欢做饭，喜欢吃东西，所以我有点胖。这也是张娇等人霸凌我的原因之一。我打开冰箱，发现里面有许多食材，厨子狂喜。如果活不过今晚的话，至少要吃饱饭吧。本着这样的精神，我开始忙活今天的晚饭。我先把饭煮上了，然后料理猪里脊。我把猪里脊切成等长的条状，用调料腌好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做饭。救命！为什么他这么淡定？莫非他才是真大佬？趁着猪肉腌制，我用番茄酱炒了一个糖醋汁。糖醋汁盛在白色的碗里，浓稠鲜艳，颜色甚是喜人。我尝了一口，不错，是那个味道了。我低头尝糖醋汁的时候，面前的瓷砖突然渗出鲜红色的液体。红衣厉鬼终于来了。红衣厉鬼对那些男的都是直接掏心掏肺，不知道会怎么对这个小姑娘。我好喜欢看红衣厉鬼杀人。我抬头看到瓷砖上的红色液体，莫非是我刚刚炒番茄酱的时候溅出来了？我拿出抹布默默擦墙，墙壁被我擦得干干净净。脖子上传来痒痒的感觉，像是有什么毛发落在脖子上。我没管，毕竟我经常脱发。我把腌好的里脊条裹上淀粉糊，然后开锅油炸。救命！他真的没发现红衣厉鬼一直倒吊在他后面吗？我很好奇他转头后的表情。红衣厉鬼很没有耐心的，为什么还不动手啊？随着滋啦滋啦的声音，里脊逐渐转成金黄色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肉的香味。我咽了咽口水，一滴水滴在我的脖子上。我听到耳边有人咽口水的声音，我全身僵直，回头一看，一个穿着红色嫁衣的女人此时正倒吊在我身后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不知道她看了我多久了。哦呼！论玩家的心理阴影面积，小妹妹一路走好。我被吓了一跳，忍不住后退一步，却被她的头发缠住身子往前拉了一步。我后面是锅子，如果退后肯定会碰翻锅子。我突然想起来刚刚脖子上的发丝拂过的感觉，她一直在看着我，我觉得自己要凉了。可惜了这锅糖醋里脊。我听到她说要焦了啊，里脊要焦了。腰上的头发缩了回去，我条件反射地转身关火。身为一个喜欢做菜的人，我没法放任里脊焦掉。关完火之后，我的身子僵直不敢动。我知道她在我背后，可是我不敢回头看。我颤颤巍巍地把里脊捞出来控油。死之前至少让我吃一口炸里脊吧。
她又说，你接着做呀。我这才发现到红衣女人的声音其实蛮好听的。我回想了一下刚刚看到的红衣女人，其实除了她倒吊的姿势、会伸缩的头发和诡异的嫁衣，这个女人似乎长得很好看。我留下锅底的一层油，把糖醋汁和炸好的里脊倒进去翻炒，金黄色的里脊均匀地裹上糖醋酱。我拿着纯白色的盘子装糖醋里脊，头发划过我的脸颊，红衣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旁边。我手一抖，糖醋里脊险些洒了出来。红衣女人的头发缠住锅子把手，稳住了锅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糖醋里脊装好在盘子里，沾满酱汁的里脊肉散落在白色的盘子里，散发出阵阵甜香味，看起来有点好吃。为什么这个恐怖游戏有种美食游戏的即视感？大半夜的，我还有点饿。厉鬼为什么不杀他？估计吃完了再杀吧。红衣女人伸出手，夹起了一块糖醋里脊。她的手上没有皮肤，只有骨头，正好2只指骨像筷子一样夹起来了糖醋里脊。红衣女人咀嚼之后发出不明声音。她的头发突然疯狂变长，弥漫整个空间。我的口鼻也被女人的头发给堵住了，我喘不上气，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口鼻的头发突然被抽掉。对不起，太好吃了。我好像一激动，头发就会疯长。红衣女人柔和的声音响起。第一次听到红衣厉鬼说这么多话，我感觉他对着这个小姑娘声音都不一样了。对着那些壮汉，红衣厉鬼就是索命的口吻。对着这个小姑娘，我觉得她好温柔，好像邻家大姐姐。我扶着洗手池大口喘气。红衣女人陶醉地说，真的好吃，酱汁包裹着里脊，外酥里嫩，咸中带甜，里面的肉超级嫩。变成了美食直播吗？说的我好馋肉啊。这个小妹妹做的糖醋里脊看着就很好吃，火候正好。我忍不住低头笑了，有人喜欢自己做的食物，总归是开心的，哪怕他并不一定是人。我在家是做饭洗碗的那个，爸妈和妹妹总是当做理所当然，他们还说我是个废物，长得丑，活该被人欺负。妹妹长得好看会说话，爸妈自小偏心妹妹。红衣女人说，你笑起来有酒窝爷，好可爱。我第一次被人夸可爱，之前所有人都说我丑，说我肥。我抬头仔细看了看红衣女人，红衣女人五官精致，皮肤白皙，一头乌发自然下垂。我发现她比我们校花张娇还好看。张娇微整过，红衣女人是天然的好看。我说我不好看，姐姐你才是真的很漂亮。红衣女人笑了笑，随后她的指骨划过自己的脸，叹口气道，有时候漂亮不一定是好事。红衣女人凑在我的脸边看，你五官很大气，只不过没做好护肤。做好护肤之后，化个淡妆，你绝对是一个小美女。我们先吃饭，吃完饭姐姐教你化妆。我把糖醋里脊端到红木桌子边上，饭正好也煮好了，酸甜可口的糖醋里脊配上喷香可口的大米饭，简直太治愈了。我一直比较自卑，也总是被人欺负，美食可以治愈生活的一部分伤害，所以我很喜欢做饭和吃东西。红衣女人一直在夸赞我的厨艺，还让我多吃一点。我第一次被人这样认可，心里面甜丝丝的。我问红衣女人道，我是不是吃相很难看啊？我父母总是让我少吃一点，还骂我吃的跟猪一样难看。红衣女人说，不啊，看着你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吃饭，很赏心悦目呢。为什么我感受到了局里局气？红衣厉鬼只是单纯的厌男吗？我想吃糖醋里脊。吃完饭之后，红衣女人带我绕过屏风，来到她的卧室。她的卧室是全红家具，看起来很喜庆。第一次见到厉鬼的卧室，之前那些男人全部死于客厅，意外的干净和整洁呀，除了红的有些扎眼之外，红木化妆台上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和护肤品震惊了我的钛合金狗眼。我的妹妹也有很多护肤品和化妆品，爸妈只给了妹妹生活费，没有给我生活费。我日常打工所得只够学费和吃喝，我很自卑，不想也不敢打扮自己。我平常就是只用一瓶大宝。红衣女人指挥我给自己拍完水乳精华，我看到自己的皮肤肉眼可见的滋润了不少。红衣女人虽然手上只有骨头，但是并不影响她给我化妆。她拿起各种刷子，在我的脸上飞速的或抹或描。我们边化妆边聊天，我很开心，这种和小姐姐化妆聊天的事情对我来说很罕见。我没什么朋友，我们还交换了名字。我知道红衣女人叫周静。周静说，我很喜欢甜食，因为生活太苦了，就想来点甜。我照着镜子看到我的脸，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。美女，你谁啊？本来是个丑兮兮的小姑娘，现在是我们高攀不起的样子。我想学红衣厉鬼的化妆技术。镜子里面是那个总是被人说丑八怪的女孩吗？我好像有一点好看啊。周静说，我可以教你护肤和化妆。我跳了起来，太棒了。为了回报周静，我准备给周静做个小甜点。今天晚上煮的饭还有剩余，我知道一个十分快手的甜点。我把剩米饭和牛奶倒在锅里，开火不断搅拌，米饭和牛奶变得粘稠，我又加入蜂蜜和细砂糖。我把熬制好的米布丁倒入大碗中，裹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。这样待会儿我和周静姐姐就可以吃到米布丁了。周静一一告诉我刷子和各种护肤品和化妆品的用法，
他说实践出真知，你在我脸上试试吧。我迟迟不敢下手，我笨手笨脚，平常我的手都是用来做家务和做饭，没做过精细的东西。周静说，我本来就不是人，你怕什么？我鼓起勇气，然后我把周静画成了一个大花脸，笑死。红衣厉鬼本来脸长得不错，现在更加像鬼了。看出来了，小妹妹是真的不会化妆。我低头不安地说，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手残。周静说，我觉得你比我第一次好多了，哈哈哈，我去卸妆，咱们再练一次。不过我很喜欢你给我化的妆，很有生命力。我胸口有些酸涩，在家里，哪怕没做错什么事情，我也会被一顿骂。可是在周静姐姐这里，我似乎总是做得不错。周静姐姐去卸妆了，我跑去冰箱把冷藏好的米布丁拿了出来，分在2个小碗里。周静卸完妆出来后，我献宝一样的把布丁献给她。姐姐，你尝尝我做的米布丁。周静接过布丁，瞪大了漂亮的杏仁眼，这看起来好好吃。我傻笑，我觉得我做什么周静姐姐应该都会觉得好吃。手腕突然传来一阵刺痛，周静姐姐在我面前消失了。我来到了一户新的房间，手上还捧着刚刚的另一碗米布丁。怎么回事？居然开始换房间了？这游戏进步了吗？据说至尊用户想看刺激的，不想看温情的。我就想看温情的。小妹妹，这是到了水猴子家吗？完了完了，水猴子兽性高于人性，难不成是因为至尊用户想看美女和野兽？和周静姐姐干净整洁的房间不同，这一户显得有点肮脏。可能是因为屋子太潮，到处都是黑色的霉点和霉斑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。我还没回过神来，一团白色的像猴子一样的东西冲我扑了过来。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这团东西抢走了我手上的布丁碗。我这才看清楚它的样子，半人半猴，浑身湿漉漉的，头发稀疏，有点像我听过的鬼故事里面的水猴子。水猴子端起我的布丁碗，舔了一口米布丁，颗颗晶莹、饱满圆润的饭粒粘在了他的嘴巴上。我知道我做的米布丁，每一粒大米肯定都是醇厚绵软，奶味浓郁。水猴子似乎被这样的美味震惊到了，迅速地舔起了米布丁。我以为水猴子要吃人，结果他在吃布丁。这个米布丁看起来好像很好吃，这个还蛮简单的，我现在已经做起来了。有人还记得这是个恐怖游戏吗？我把这个当美食教程在看，哈哈哈。水猴子把布丁碗舔得干干净净，又把脸上的一圈大米舔掉。吃完之后，他凸的2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我小时候养过一只流浪狗，后来那只狗被爸妈送走了，因为它们嫌脏。我每次喂完流浪狗，它也是这么盯着我的。我问他，你还想吃吗？水猴子狂点头。可是已经没有米饭了呀。我看到桌子上有几根熟透的香蕉，灵机一动，我把香蕉切片，裹上鸡蛋、淀粉和面包糠入锅油炸。炸透的香蕉满是飘香，遮住了屋子中的霉臭味。水猴子激动地在我身边跑来跑去。我把炸香蕉捞了上来，水猴子冲上来，伸出爪子抓住香蕉。嘶，它被烫到了。我笑着说，别着急，小心烫嘴。我在冰箱中找到炼乳，把炼乳挤在炸香蕉上面。呜呜，看起来好香。大晚上的，我遭到了多重暴击。我又学会一道甜品，这个看起来也不复杂。说实话，有个人在期待我做的东西，在我旁边陪着，还是不错的。我每次在家都是孤零零的做菜，爸妈和妹妹在沙发看电视，我一个人在厨房忙碌。水猴子很快吃光我给他炸好的香蕉，跑进了他自己的卧室。不一会儿，水猴子跑了出来，身上挂满了金链子和手表之类的贵重物品。他的身上居然还穿着貂皮大衣。他绕着我转，把这些东西举着给我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姐姐，给。”笑死！这不是之前水猴子撕碎的社会大哥们的东西吗？这是献宝吗？水猴子居然愿意把东西给他，赚翻了，赚翻了！这个小姑娘能不能活着出去还不一定呢。我只是做了很普通的甜点罢了，实在是不敢收这些过于贵重的物品。水猴子住在1楼，我看水猴子窗外有个很清澈的人工湖。我问他：“你会游泳吗？”水猴子点点头。我说：“我不要这些东西，你可以教我游泳吗？我一直想学游泳，据说游泳可以塑形。我没钱去健身房或者找私教，如果学会游泳，可以在学校的游泳池游泳减肥。”水猴子直接从窗户跳进了游泳池，还冲我摇了摇爪子。我没那么勇敢，从门口走到了人工湖边上。我平常就是2套运动服换着穿，用来游泳也勉强可以。水猴子给我展示了划水和踢腿，我看会了。等我跳进人工湖，按照脑海中的画面划水和踢腿，身子却一直往下沉。还好水猴子在下面拖住了我的身子。哈哈哈，是我本人没有错了。笨手笨脚，但是很真实。看出来小妹妹是真的没下过水。我手脚在水里划拉了半天，才慢慢找到一点感觉。这时候楼上传吐来一声巨响，有人从楼上掉了下来。我和水猴子吓了一跳，水猴子把我带上了岸。我看到4楼周静家里的窗户破了一个大洞，周静一身红衣，从洞里直接跳了下来。水里的男人站了起来，我认出他是刀疤男陆离。
周静神色不愉，头发疯长，不断袭向刀疤男。陆离手上拿着3尺木剑，却不进攻，只是边躲边后退。陆离说：“我真的是你亲哥哥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”周静冷笑道：“我没有什么哥哥，你少在这里攀亲戚。神他妈哥哥！”不过陆离确实一直没还手，他那是打不过，你看那个木剑，一看就很钝。陆离退到了岸边，周静也看到了岸上的我，头发顿住了，喊了声茵茵。陆离趁机躲到我身后道：“静静，你只是失去了一部分记忆，我肯定能让你想起来的。”水猴子对陆离躲在我身后有些不满，张嘴咬住陆离的小腿。陆离想要用木剑撬开了水猴子的嘴，但是水猴子不松口。我对水猴子说：“不要瞎咬人。”水猴子这才不情不愿地松开嘴巴。陆离的腿上留下了2行清晰的牙印。我又问周静：“姐姐，米布丁好吃吗？”周静黑着的脸一下子转晴道：“可好吃了，茵茵做什么都好吃。”哈哈哈，红衣女鬼对着这个小姑娘就是夹子音，她好宠她。原来收服厉鬼的心，也要先收服她的胃。陆离在我身后小声嘀咕：“为啥我觉得你是她亲妹妹呢？可是她是我亲妹妹啊。”周静对着陆离冷声道：“那我给你3天证明你是我哥，不然我就把你心肝脾肺肾一起挖出来。”陆离点点头道：“行，这次再不把你带回家，你哥哥我也不想活了。”我看他俩也不打了，跟水猴子接着下水练游泳。陆离说：“林茵，你手的动作没问题，蹬腿有点问题，小腿也要外翻，放慢速度。”我小腿外翻接着蹬夹，果然感觉顺畅了很多。陆离接着说：“换气的时候要1闷2吐3换气，鼻吸嘴呼。”陆离说：“静静，说起来你游泳也是我教的呢。”周静冷笑道：“呵呵，我根本不会游。”我抬头换气，看到周静话说到一半愣住了。突然，周静跳下人工湖，呛了几口水之后，周静开始自然优美地游泳。身体记忆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这个陆离真的是他哥哥吗？我突然觉得这2个人长得真帅，有点像。我听说哪怕失忆了，身体还是有记忆的。一旦学会自行车或者游泳，你就会自然而然地上手。陆离说：“你看吧。”我说：“你会游泳的。”周静没有搭理陆离，只是牵着我的手来教我换气。游泳游得差不多之后，周静带我去他家换衣服、洗澡、护肤一条龙。陆离默默地跟着水猴子走了。晚上我是跟周静小姐姐一起睡觉的，我可太满足了。我没有什么朋友，从来没有女孩子邀请我去她家住宿。我一直住在家里的客厅里开辟出来的一小块地方，因为妹妹需要独立的空间，家里只有2个房间。我们2个还像普通的朋友一样谈心到深夜，而我的亲妹妹把我当成仆人。周静姐姐来自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被爸妈强迫嫁给土豪换彩礼。周静姐姐跟我说，如果你家人不喜欢你，你也可以不喜欢他们。我一向醒得早，因为我要给家里人做早饭。可是，一觉醒来，天花板突然变黑了。我记得姐姐家卧室的天花板是红色的。我试探地喊了一声“姐姐”，无人回应。我不知道又来到了什么地方，一切都很陌生。房间的布局是冷色调，不近人情的感觉。这不是缝合怪他们家吗？小妹妹又被换房间了。一觉醒来，身娇体软的大姐姐变成了缝合怪。可能昨天的经历过于美好，今天我就一下子很失落。空气中突然传来面条的香气。我下床，慢慢地走向客厅。有了昨天晚上的惊吓，我做好了心理建设。我看到了一个穿着军大衣的男人的背影。男人说话了，他的声音沉稳严肃。他说：“丫头，醒了吗？要不要吃点面？有人给我做早餐吗？”这也太幸福了吧！会不会我其实已经死了？这一切都是幻觉呢？男人慢慢地转过身子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男人的五官似乎都被人暴力地割下来过，现在勉强粘在脸上。男人笑了笑，五官却更加显得狰狞。男佣人说：“吓着你了吗，小姑娘？真对不起。”我看着桌子上的2碗面条，我的那一碗面条上面还有个煎得很丑的鸡蛋。男人的面条上面是个煎焦了的鸡蛋。男人对我说：“叔叔不太会做菜，只会下面条，丫头委屈了。”我鼻子有些酸涩，好久没人给我做饭吃了。现在叔叔虽然看起来吓人，但是却愿意给我做饭。我对着叔叔说：“叔叔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做个浇头。”我用剩下的鸡蛋和豆瓣酱炒了一个鸡蛋酱。我把鸡蛋酱浇在面上，一下子香气扑鼻。我帮着男人把浇头拌匀。男人伸手撩起我的衣袖，我的胳膊上青青紫紫的，有的是小时候爸妈打的，有的是张娇带人打的。我看到男人的手也是缝合上去的，似乎之前也被暴力图一次方的切割下来过。小妹妹是不是被人虐待过？天哪，这个新伤叠着就伤，太过分了！谁干的？我现在可喜欢茵茵了。男人似乎也有些愤怒，捶了一下桌子，随后他低头一言不发的大口吃面。我有些不知所措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是为我生气。男人吃得很快，嗦完一大碗面之后，男人抬头道：“要不要跟我学格斗？”我当然想学格斗了，我不想被人欺负。我点点头。男人这才似乎平静一点，对着我说：“多吃点，学格斗很累的。”我吃完面，男人带着我去客厅学格斗。
其实学格斗对我来说还好，身体是累的，但心里是舒适的。没有人打我骂我，没有人贬低我。上午的训练结束，我流着汗对男人说：“叔叔，你中午想吃什么？”手腕再次刺痛，我发现我回到了周静的房间。我惊喜地喊道：“姐姐。”“谁是你姐？”周静的声音变得低沉沙哑，眉心有股黑气。她看着我的眼神十分阴冷。终于知道为什么刚把林音换走了，应该是游戏公司的人把红衣厉鬼的记忆抹掉了。我去，这游戏太狠了！周静的头发缠住我的脖子，将我的身子吊在半空中。我捂着脖子，双腿挣扎着，头发却越收越紧。一把木剑被人从空中扔了过来，头发断了，我就地打了一个滚。陆离接过掉下来的木剑道：“静静，你清醒一点，你不是很喜欢林音吗？”周静冷笑道：“你算老几，对我指手画脚？”周静的头发袭向陆离，陆离挥着3尺长的木剑连连躲闪。陆离跟我说：“赶紧逃，现在我妹妹似乎也忘记你了。”我对着陆离说：“你撑一会儿，我有办法让她记起来我。我知道味蕾的记忆是最深的记忆。周静姐姐肯定还记得昨天的糖醋里脊，但是糖醋里脊做起来时间太长了。我知道有一个口味类似的快手菜，我跑去厨房热锅炒菜。不一会儿，糖醋酱版本的番茄炒蛋出锅了，空气中弥漫着番茄炒蛋的甜香。陆离此时已经被打得生无可恋，对着我说：“我在殊死搏斗，你为什么在炒菜？”不过我妹妹确实喜欢吃甜口的东西。我端着手里的番茄炒蛋，对着周静道：“姐姐，你先吃点东西，再杀我们。”周静吸了吸鼻子，转动眼珠子望着我，她的头发依旧飘在半空中，眼中满是戒备。我先用勺子自己吃了一口，姐姐，你看，没毒。周静的头发从我的手中夺过番茄炒蛋，然后用没有皮肤的骨头抓着勺子尝了一口，她眉心的黑气淡了很多，疑惑的喃喃道：“我好像之前吃过类似的菜。”周静低头吃完了整盘番茄炒蛋，她抬起头来看着我，声音变得温和了很多。她喊我：“茵茵。”周静姐姐记起来我了。我狠狠地点头：“姐姐，是我。”周静想到刚刚的场景，表情十分痛苦：“对不起，姐姐刚刚差点杀了你。”周静的头发开始疯长，我一把抱住周静的腰道：“没关系，我知道姐姐不会伤害茵茵的。”周静的头发缠绕着我的手腕，心疼地说：“你流血了。”我这才感受到虎口的疼痛，刚刚切番茄的时候切到手了，可能是用力太猛，伤口还挺大。陆离已经翻过来了绷带，递给我道：“包扎一下吧，林音。”我的一滴血滴在了在陆离收回腰间的木剑上，木剑被凿开了一个洞。陆离脸色一变，对我苦笑道：“你可能是我们修道之人的大杀器。”我想起来我出生那天是鬼节，算命的说我妨害父母，所以爸妈一直不喜欢我。周静看了一眼旁边的陆离，表情十分困惑地说：“我明明记得我是被爸妈给嫁给一个有钱人，为了给弟弟换彩礼。我不记得有个哥哥，可是我刚刚忘了茵茵。我怀疑我的记忆到底是不是真的。”陆离说：“你的记忆应该是真的，只不过失去了一部分记忆。我们两个是孤儿，被2个家庭分别领养。领养你的家庭重男轻女，领养我的家庭用我给他们亲儿子换命。我被在地下室关了10年，阴差阳错得救后成了一个道士，当然脸上也留下了疤。只不过我还惦记着你，你爸妈说你是自杀，但是我发现我找不到你的魂魄。”周静似乎有些相信陆离了，他给我包扎好伤口，向着陆离的方向走了一步。我默默地退回厨房，把空间留给他们2个。我想起来了，叔叔大概正在一个人吃光面吧。我想去给叔叔做面的浇头。我去405门前敲门，奇怪的铃铛声音不知道从何响起，叮铃铃，叮铃铃，铃声有些瘆人。门虚掩着，我问了句：“叔叔，你在吗？”没人应声，我自己推门进去。405里面没有人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陆离也跑来了405门口。他跟我说：“周静突然不见了。”走廊的空气变得粘稠，我闻到了血腥味。我和陆离躲进405，把门关上了，用家具抵住。透过猫眼，我们可以看到走廊上的鬼巢。这是全楼的鬼都来了吗？没看到水猴子、红衣厉鬼还有缝合怪。现在游戏里面活人也就剩林音和陆离了，估计游戏马上就结束了。陆离对我说：“你知道5楼有什么吗？”我回想起进小区的时候看到的场景，小区是5层居民楼，只不过给我们的钥匙是1到4层的钥匙。我爬楼梯爬到4层之后就没有看到向上的楼梯。陆离说：“你说5楼是不是就是操纵我们和这些鬼的人住的地方？有人操纵我们转换房间，操纵厉鬼攻击我们。”咔嚓，门被破开了。在厉鬼眼里，405的门不堪一击，门和家具都被破坏了。鬼巢涌入，陆离抽出来了腰间的木剑，木剑中间多了一个小洞，但是似乎不影响使用。他靠着木剑，居然勉强能挡住鬼巢。我对他说：“你撑住。”我默默地跑到窗台边上，打开窗子。林音这是要自己溜了吗？陆离还在鬼巢苦苦支撑着呢，那就还能再多看一会儿直播。生死面前人总是会很自私，
这就是人的劣根性。不过林荫早晚也会死的。我顺着窗户旁边的排水管道往上爬，5楼窗户下面有一个很窄的平台，我扒着窗台站了上去。窗户没关，里面的布局像是一个办公室，一个男人背对着窗户在打电话。我可以控制住，目前就是水猴子、缝合怪和红衣厉鬼3个不大受控制。水猴子兽性太强，不受催眠；红衣厉鬼自我意识很强，好像回忆起了一切。缝合怪哪怕知道自己是个毒贩子，自己和家人被虐待致死，也没法像别的鬼一样杀人。我准备再催眠一次，不行，这3个就毁坏。有意思。第一次来到5楼，仿佛玩游戏看到开发大佬。这些厉鬼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呀？透过窗户，我看到周静姐姐、叔叔还有水猴子都闭着眼睛站成了一排，他们的额头上贴着符纸。偷窥够了吗？打电话的男人一翻手掌，一个黄色符纸飞了出来。我的手抓不住窗台，身子失重的往下坠落，一圈头发缠住了我的身子，把我拉到了5楼室内。怎么黑屏了？林荫的画面黑了。去官方投诉。周静姐姐自己撕掉自己额头上的符纸，顺手把水猴子还有叔叔头上的符纸也给撕了。男人震惊道：怎么会？周静骄傲地说：我哥可也是修道的。周静的头发袭向男人，男人掏出一个铃铛，叮铃铃，铃铛声音响起来，周静、叔叔和水猴子都被定在了原地。男人说：你们3个我留不得了。他又按下桌子上的按钮道：有人闯进来了，你们过来处理一下。他看向我道：我是修道之人，暂时不能杀人，不过有人会来处理你。男人拿起桌子上放的木剑，嘴里念念有词：太上老君教我杀鬼，与我神方，上呼吁女，收摄不详。男人的木剑刺向周静姐姐的心脏。不要，不行，我要保护周静姐姐。我挡在了周静姐姐面前，双臂交叉格挡，木剑刺入我的小臂。男人怒道：你给我滚开！鲜血涌出，男人的木剑迅速变黑断裂。男人脸色变了：你是什么人？你们赶紧杀了他！男人对着刚进办公室的几个黑衣人下令道。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，一缕头发缠住我，把我往旁边拉了一步，子弹从我的身边擦过去。叔叔和水猴子冲着那几个黑衣男人冲了过去。男人又拿起来了那个铃铛，被我一脚踹掉。他嘴里念着咒语，我举着胳膊上的血对着男人扑了过去。我用上了今天上午刚学的单曲肘夹紧攻击，右臂死死地夹住他的脖子。周静姐姐的头发穿透男人的心脏，那边的几个黑衣人也被叔叔和水猴子干掉了。我脱力一般的倒在地上。叔叔对我竖起大拇指道：你干得不错。我呵呵傻笑。周静娇嗔道：茵茵，你疼不疼？你干嘛这么傻？我说：姐姐，我为了对我好的人付出，不是傻，我之前为了不爱我的家人付出，才是傻。叔叔说：看来茵茵想明白了，不管是家人还是什么人，如果伤害你，一定要狠狠打回去。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黑匣子。周静说：我哥说我们的记忆应该被收在黑匣子里。他伸出骨头想要拿起黑匣子，却被弹开。叔叔也伸手去拿，也被弹开。我突站了起来，拿起来了黑匣子，黑匣子在我手中自然的被融化，那些属于他们的记忆涌了出来，其他的记忆都流走了。但是水猴子、叔叔和周静可能是因为跟我产生了联系，他们的记忆展示在我眼前。周静姐姐年少时和哥哥陆离感情甚好，只不过孤儿院重组，2个人被迫分开，被2户人家分别领养。周静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受尽折磨，长大后还被迫嫁给一个土豪换取彩礼。只不过土豪的钱不干净，他是毒贩子。姐姐发现他是毒贩子之后，选择成为警方的线人。叔叔则是卧底在贩毒集团的缉毒警察。因为有内鬼，姐姐和叔叔都暴露了。姐姐想要通知叔叔，把纸条写给一个相熟的孩子，让他交给叔叔。那个孩子就是水猴子，他智力不太好，在村子里被欺负，在家里被打，只有姐姐和叔叔对他好。那个孩子在路上被发现，被毒贩子杀了，扔进了水里。叔叔没有拿到纸条，被毒贩子挖眼肢解。毒贩子还报复了叔叔的家人。周静姐姐在被土豪折磨过后选择上吊自杀，泪水从我眼中涌了出来。为什么这么好的人最后却这么惨？周静抱着我颤抖的身子安慰道：没关系了，我听我哥说，后来贩毒集团都被警方端了。水猴子拿来一卷绷带，周静姐姐帮我包扎手臂上的伤口。叔叔喃喃自语，我就知道我不是毒贩子，可是我害了我的家人啊。门被推开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进来了。叔叔瞪大了眼睛，老婆，琪琪。女人说，我们其实一直住在2楼，只不过因为没有攻击性，我们没有进入游戏。琪琪说，琪琪知道，爸爸是大英雄，琪琪不怪爸爸。叔叔一家3口抱在一起，他们的身影默默消失。消失之前，叔叔看了我的方向一眼，对我比了个枪的手势。我看懂了他的手势，他让我不要被人欺负，要打回去。周静姐姐摸了摸水猴子的头道，你虽然没有别的孩子聪明优秀，但是你很善良啊。水猴子龇牙咧嘴地笑了笑。我也抱了抱水猴子，谢谢你教我游泳。水猴子的身影也渐渐消失。陆离也进了房间。
周静也站了起来。陆离说：“静静，我来晚了。”对不起，我一直都来得太晚了。周静温柔地笑道：“哥哥，太好了，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人真诚地爱我。”周静对我说：“自信一点，茵茵，你在姐姐眼里是最美的。”我忍不住又哭了，我以为周静姐姐也会消失。周静姐姐却没有走，她说要教会我化妆。我和周静姐姐以及陆离又在这栋楼待了几天。我学会化妆之后，我们3个吃了一顿火锅。火锅吃完后，我和陆离去洗碗。洗完碗之后，周静已经不在了。她给我们留了一个字条，她说她这几天很开心，以及希望我们2个能够好好活下去。陆离说摘掉手环就可以离开这里。我和陆离加了微信好友之后，先后摘掉了手上的手环。天色已晚，偌大的教室只有我一个人。我默默地回到家。我几天没回家，家里似乎毫不着急。妹妹说：“姐姐，你回来了呀，今晚你做饭吧，不点外卖了。”我不搭理她，径直走向自己的床。妹妹和我妈妈抱怨道：“你看姐姐都不理我。”我妈冲上来想要打我的脸：“你拽着个臭脸给谁看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头猪？”我攥紧她的手腕，冷声道：“我是猪，你是什么？母猪吗？”妈妈似乎没想到一向懦弱的大女儿居然会反抗。妈妈哭天抢地地说：“老公，你快过来，你女儿骂我是猪。”我爸爸冲出房间，拿着鞋拔子想要抽我。我躲开鞋拔子，一脚踹向爸爸的啤酒肚。我爸身形不稳，倒在了地上。我爸说：“你等着，等我起来看我不打死你。”我冲到厨房，拿起菜刀说：“别惹我，我疯了。”我爸露出几分恐惧。原来我爸妈和妹妹之所以一直对我不好，是因为我好欺负。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准备离开家里。爸爸威胁我说：“你去哪儿？你出了这个门就别回来了。”我本来就不打算再回去。我去了学校宿舍，因为张娇的关系，我的宿舍床位被占了，而且我也怕被打死，因此我一直还是睡在自己家。张娇不在，她的2个跟班倒是在。我打开手机，看到首页推送黑剑游戏公司股价跳水。黑剑游戏公司就是张娇家里的公司。我点开来看，文章说因为斥巨资打造的游戏没法如期面世，大股东撤资，黑剑游戏公司破产。我嘴角上扬，无良公司活该破产。我把我床上的杂物全部扔到了张娇床上。那2个跟班不乐意了，不过我收东西的时候把菜刀带了出来。我掏出菜刀道：“你们过来也行，不过我最近有点病。”2个跟班骂了句神经，都不敢过来。我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。一觉醒来，我看到了陆离给我发了一个链接，暗网直播张家5宗罪审判。我点进去的时候没有静音，张娇的2个跟班都能听到张娇的惨叫。害人中害己，张家几口人最终也都成了至尊用户的消遣对象。张娇的跟班失去了靠山，不敢再欺负人。我日常去学校游泳池游泳塑形，我还开了直播，一开始是直播我吃东西，没想到我的直播间爆火。我用赚的钱报了格斗班，顺便搬了出去。我搬出去之后，在直播中加入了做饭的内容，没想到更火了。我像周静姐姐一样，在化妆台摆满了护肤品和化妆品。我每天昂首挺胸地在学校行走，居然渐渐交到了朋友，他们都喜欢吃我做的菜。我还收到了人生的第1、2、3、4、5、6封情书，似乎一切都在慢慢变好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值得被爱。